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贵宾 ，Jesus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非常的开心，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拍影片。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其实 Jesus 是我还在学中文的时候第一个我看的讲中文的 YouTuber。对，应该是6年前的。对，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有机会就是一起拍影片，我觉得蛮开心。而且我刚刚在跟他讲，我常常会在他或者卢卡斯的影片时候看到这个背景，然后突然我出现在这个背景，觉得蛮开心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小确幸。我必须说，我不知道我来这边干嘛。因为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拍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趣吧。我今天就是想聊天一些关于外国人住在台湾很久，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经验。你住在台湾已经蛮久的，是14吗？我快15年，快15年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在台湾快9年。第一个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还是你会不会自己觉得？你在台湾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。我觉得有。好，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有一点怪，但是我非常喜欢书法，然后我非常喜欢写字，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刚来的第一年，我每天出门的时候，我看到招牌，我都会觉得这个是书法的天堂。我看到什么卤肉面、卤肉饭。或是什么很普通的东西，我都觉得是完美的。每天出门，我看到我就觉得哇，这也是很难想象的经验。然后过了1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已经觉得对习惯。然后我觉得过了那年，有开始一种。你已经比较融入这边的文化，然后你已经开始感受到一些那个跟你的文化不一样，有一些文化差异。面对这些文化差异，基本上有一个阶段你会有一点辛苦，因为可能就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我不习惯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些摩擦。有时候有一些人卡住在那个阶段，然后没有办法照顾，然后很多人就直接回去原本自己的国家。你在台湾的第一年，你已经会讲中文吗？已经会。我来台湾已经学中文大概有3年左右。所以第一年还是常常用中文。从第一天我基本上都是讲中文。这个我很不一样，因为我大概第一年真的不会。你说的摩擦的那个阶段，我完全同意的。然后我觉得第3个阶段是你已经遭遇很多这样的困难，然后你已经了解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不是完全现在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文化差异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事情。还是不管你在多久，你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，也是正常啊。我的话大概也可以这样算3个阶段。第一个是我完全不会中文的时候，所以全部需要英文。我的经验很多跟中文有关系的。第2个是我很努力用中文说话，但是遇到了很多挫折，是没有办法全部都用中文，还是很多误会，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一群朋友在聊天啊。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，因为这一段是我有很多年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我来台湾的第1年，我每天都花几个小时来学，我每天都是花9个小时在图书馆念书，然后我还有上3个小时的课。对。就蛮疯狂，一天12个小时哦。对，所以第1年我来台湾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讲中文。语言其实很简单，是你用这个语言的越多的时间，你的语言能力越强。对，你有看过中文书？对啊，从第1年都在看书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先买了。那个基隆猪的漫画，一开始超难，觉得每个字都要查，然后觉得很辛苦。然后看了第1本，觉得已经习惯一点，已经习惯。对，就你要
接受这种痛苦，然后就第二本就觉得简单多了。然后我看柯南，然后柯南之后我就开始看一本书叫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或者虽然是日本小说，但是我用看中文版。我看完那本小说，觉得靠，我真的有进步。我第一个看的台湾的那个影集是鼻子英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也是，非常好看。然后就一样，就每次都，我会听一句话，查字典。对，我也这么做。对，但是那年后来就我可以1个小时就看一集，所以就我完全不需要听。所以我觉得过了这个阶段，觉得好非常多。那你觉得从你在台湾第一年跟现在的台湾有什么最大的差别？应该是网络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没有手机的网络，对不对？没有智慧型手机，所以就不一样的生活。就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比较做外面的生活啊，然后就不会一直打电动啊之类的。但是我觉得台湾基本的生活没有变化那么多，你觉得呢？我也同意。如果说就是外面看得到有改变，可能越来越多建筑物，捷运的线也越来越多。但是生活差不多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我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你当外国人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特色，就是女生会觉得很酷有一点吸引力。但是反而我觉得现在是不一样。我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，很多女生会觉得，如果你是外国人，我不会想要太靠近你，因为我怕我会被骂，有这样的现象。我觉得本来如果要认识女生，我觉得当外国人是一种好处。现在我觉得不一定，而且有可能算是一种缺点。可能台湾人对外国人的好奇心9年前比较大。我做捷运，很多人会就是开始跟我讲话，还是说可不可以拍照片。现在完全不会，就是完全可能在台湾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习惯，所以对外国人没有什么感觉。你如果可以改变台湾的一件事情，你会想改变什么？如果我只能改变一件事，我很清楚我要改变什么。我会想要大部分的台湾人比较认同台湾，然后我比较认同台湾的意思是会很清楚的知道台湾有多好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已经很多年就很不喜欢的一种状况。台湾人会觉得台湾就不够好，或是没有，就是对台湾没有自信。会觉得很多台湾人的梦想是去美国念书，很多台湾人从小时候都听过台湾是鬼岛，会觉得台湾媒体很糟糕。我希望有一些比较就是整体的，大家都会觉得台湾很棒，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很棒，不是嘴巴上说的说台湾很好啊之类的，没有，是认真的觉得这边的生活真的很值得。而且我觉得今年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大家都很清楚台湾其实做得非常好。对。如果我只能改变一个东西，我希望大家都认同台湾。也是我们拍 YouTube 的影片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，因为可以用我们的经验，住在国外的经验，做一些比较公平的比较。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出国，还是没有常住在国外，所以很难做那些比较，你就是不知道国外怎么样。你在台湾有没有你后悔的事情？我有2件事情，而且这个是一个秘密，我从来没有在影片讲的。第一个是我可以得到台湾国籍的时候，就我有一点就是懒惰的去申请，所以因为懒惰的去申请，就我后来就去年想要申请的时候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必须回去西班牙，然后没有办法回去。原来的。去年就觉得靠，说我应该要早一点做这件事。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真的是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我觉得几年前，我可能5、6年前，
我在 YouTube 就比较强，就可能我那时候比较红，然后也没有很多外籍 YouTuber，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哦，这个自然而然会一直这样，然后我觉得我卡住在那个阶段，那时候其实我做很多不对的决定。第一个是我没有好好努力专心的做这件事，第二个错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要好好的跟其他的 YouTuber 就是打造一个关系，然后跟他们常常合作啊，不只是我觉得啊我们拍一部影片就是真的做一种就是群体，就认识他们，然后就多跟他们做其他的合作，然后就有一群就是同事的感觉。对，我做的不好，对不起其他的 YouTuber。第三个决定是我把经营我的频道的责任放在经纪人的身上，这个是你的频道，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最大的后悔。对，你做 YouTube 那么久，我可以了解 YouTube 真的是你在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对啊，非常重要的。在台湾让你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呢，有吗？在台湾让我最不开心的一件事，日常生活有一件事，尤其是在台北，我比较不喜欢，是常常路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周围的人，比如说在走路，然后就在看手机啊。我懂你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常常会在马路上就常常会有一句话是台语，如果你没有学过，这个一定要学，是路是领导的啊，路是你家改的嘛，就路是你自己的嘛，路上还是要注意做其他的人，因为这样你会避免做撞到人。比如说一个脚踏车，他决定要闯红灯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但是至少不要速度超快。对，因为你在做一个非法的事情，至少要小心一点。对，重点是还是关心别人，就看到周围有没有人。可能这个是我日常生活可能我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。蛮同意的。OK，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想问我们住在台湾比较久的外国人，可以留言，然后问问题吧。然后谢谢Jesus今天来这边给我聊天。谢谢，下个礼拜见。